在德国工作压力大的让你难以想象。这3名德国的工人都处于人生不同的阶段，但纠结的原因都不尽相同。首先是这名叫艾琳的单亲妈妈，有2个孩子，但是她觉得如今每周30个小时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大，每天都活得十分匆忙，需要接送孩子上下学，要照顾他们。艾琳表示，但凡做过母亲的人都知道，在照顾孩子上，作为妈妈是属于24小时全天候，无时无刻不牵挂。但是为了养家，她不得不顶着压力去工作。如今虽然她儿子的父亲会每月支付抚养费，但是她女儿的父亲却迟迟不肯支付。她的大女儿丽娜今年已经11岁了，她表示自己非常希望妈妈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。丽娜在柏林已经小学6年级，是属于非常关键的时期。因为在德国的中学分为文理、实科、主体、综合中学，不同中学决定了她未来不同的方向。作为妈妈，需要在这方面花更多的精力给她把关。但是如今每周30个小时的工作量压得她有点快喘不过气来。她甚至已经打算去申请公民津贴了。如今丽娜每月的税后收入仅有1500欧，还有500欧的儿童津贴和786欧的赡养费，一共只有2786欧。可是如果她去申请公民津贴的话，也有2446欧，虽然少了340欧，但是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。可是艾琳不希望给孩子们做一个不好的榜样，希望他们能够从妈妈身上学会勤奋向上的精神。所以大量的德国人一生都活在纠结之中，十分的痛苦。而且现在艾琳就算工作也只能勉强养活2个孩子，大女儿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的衣物都需要更换，这样艾琳的预算是更为紧张。每次掏钱时，艾琳都需要犹豫许久。之后艾琳为了更好的理财，只好找到当地社区的帮忙。专家建议艾琳还是继续工作，同时推荐她再申请343欧的住房补贴和246欧的儿童援助补贴。过去的艾琳并不了解这些补贴，所以专家还是有用的。接下来是这名德国的护士，每周工作长达35小时，这让她压力十分之大。西米今年已经26岁，是临床试验护士，主要工作是记录受试者药物临床试验的全过程。西米从高中毕业后就开始介绍医学上的职业培训，但是在正式参加工作后，西米觉得如今每周的工作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长，因为除了工作时间之外，他每个工作日还要增加3个小时的通勤时间，这无形中就增加了许多的工作量。他认为每周应该工作4天最为合理，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通勤时间，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处理与家人朋友的关系。现在他还报了画画课和瑜伽课，所以现在每周35个小时对他来说压力实在太大，他认为应该缩减到30个小时。尽管现在的西米如此的努力，每月的税后收入仅有2249欧。如果西米把工时缩减到30个小时，每月就只减少199欧，但自己就能每周只上4天班。他觉得做人应该要有舍有得，他宁愿减少点收入。但是西米的父亲非常反对他的想法，老父亲觉得生而为人就是为了工作而活，他希望女儿应该知足常乐。最后是这名叫英哥的老弟，是一名物理治疗师，今年48岁，如今每周工作长达40个小时，让他压力山大，而且时薪仅有19欧。英哥觉得现在德国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，他开始打算移民到新西兰，那边的薪资更高，工时更短。但是现在英哥所在的公司非常的缺人手，如果英哥离开，一时之间很难请到人。然而最为重要的是，英哥的英语比我还菜，所以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英语。在德国，光是2024年就有约27万人移民出国。英哥对于德国接受大量难民感到十分的不爽，光是乌克兰难民就有收了约120万。其中德国的寻求庇护者福利法涵盖难民的食宿、取暖、衣物、日用品、个人必要开支，以及在疾病、怀孕与分娩等情形的特别补贴，每人每月光是躺着就补贴约1000欧，这让德国的老铁们怎么受得了？英哥觉得现在德国的白左绿党及社民党已经到达丧心病狂的程度。英哥表示，接受难民自己还能忍一忍，特别是那些提倡环保的人中龙凤，导致德国大量的煤电厂、核电站关停，让德国物价是疯狂飙升。